嗨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来到了徐汇滨江啊，从上海交运的这个上海轮渡叫港口轮渡这边呢，开始徐汇滨江的骑行啊。主要呢还是好天气，到这边来吹吹风，看看花，看看江景。这一段呢是上海啊，将来应该会是最时尚、最摩登的道路。稍稍有些可惜呢，就是这个单车只能在单车道上骑行啊。如果到临江的那个散步道上去，那会更加清水，更加临近黄浦江江岸的美景。上海的黄浦江江岸啊，最早呢还是受惠于100多年以前外滩的开发，然后呢，慢慢的逐渐向南发展。当年呢，也就发展到16铺码头，现在呢，一直延伸到黄浦滨江，到徐汇滨江，并且呢，向北过了外白渡桥啊，现在正在建设的一片非常热的区域，就是北外滩啊，就是虹口滨江。将来呢，相信还会向杨浦滨江发展，所以黄浦江这条上海的母亲河呢，为上海人民带来无限的荣耀和美好的未来啊！所以呢，我今天呢就在这条徐汇滨江叫龙腾大道的马路上，由南向北，沿着黄浦江呢骑行，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啊，上海新发展的区域。不一样的格调，时尚的风貌。这条道上呢有很多单车爱好者，应该也是一条非常受欢迎的骑行的道路。我记得有一次啊，在浦东那边骑行，就是刚刚那个港口轮渡那边呢，搭着摆渡船，骑着共享单车啊，
曾经也到这条路上来骑过一段啊，但是我忘了骑到哪里为止了。今天呢，我就想顺着这条道啊，骑到龙美术馆，因为据说呢那边开了一大片的樱花树啊。我的孩子呢最近也跟同学也去那边赏花拍照啊，所以我今天也去感受一下久违了的樱花的美景。河畔传来悠扬的萨克斯管的音乐声啊，很希望啊，在这种休闲的区域，到处都有人吹拉弹唱啊，会增添一些气氛。左手边呢有一些民居啊被保存了下来，现在呢成了汉江的头牌的房子啊。虽然这些房子比较老了，但是景观呢是一流，环境呢也是没得说啊。所以呢这就是运气啊，比起那些因为要发展这个区域被拆掉的那些住户呢，幸福多了啊。这边呢已经有了一些樱花树了，但相信呢这只是一小部分而已。我们继续向前骑行。经过一些年的发展，大家可以看到左前方一大片的地方呢正在更新迭代，那些旧的第二的房子呢都已经拆得干净啊，取而代之的呢就是那些商业的大楼，让人有一种欣欣向荣的发展的景象啊。但是呢这些都是建筑在很多人被迫搬离这块区域的遗憾之上的，就没有刚刚在江边保留下那些旧的民宅的那些居民幸运了。
从这些广告牌上呢看到啊，这边呢被称为西岸 （West Bank），可能就是外滩的延伸吧。右侧呢有很多的一些老旧的建筑，应该呢就是以前那些厂房啊、码头被弃用以后啊，希望能够通过一种创新的设计手法，让它呢旧为新用啊，脱胎变成文化艺术和时尚的街区啊。但是看来呢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，即便是把它建起来了，是不是很快就能够聚拢人气呢？也不好说啊，可能一切都要交给时间才会有答案。你看啊，很大的广告牌上呢都有艺术西岸全球艺场这么一个定位啊。你看这边呢，就有一些圆形的白色建筑啊，我相信以前都是一些仓库之类改建而成的，变成了文化艺术中心啊。你看啊，这边还专门叫西岸的美术中心啊，这样的低矮的，一看就是以前的厂房啊。这边的江边啊，很多旧房子呢，基本上都改建成一些跟艺术、跟文化等等有关的这种博物馆啊，或者是画廊。
总体来讲呢，江边的这个区域啊，看上去够宽敞、够开阔啊，足够很多人呢到这边来休闲，应该是比较前瞻性的一种设计考虑。好地方呢，肯定少不了好的住宅啊。前面的一大片的住宅高楼，每一户呢都可以望到非常好的江景啊。看来自行车呢就必须要走下面了啊，上不了桥。
从这边开始呢，就是最受人欢迎的一段滨江的散步道啊。曾经到这边来散过步。这边呢还保留着几座以前码头上的塔吊啊，保留的一份记忆。可以看到啊，左侧一大片的区域呢，都在综合开发。相信开发完成以后呢，这边就会是一片新天地啊。从这边开始呢，就开了一路灿烂的樱花，很多人在这边拍照留念啊。以前有美国人写过一本书，说日本人呢性格特征，一个是菊，一个是刀，所以书名呢就是菊与刀啊。主要说的呢就是日本这个民族啊，一种相对矛盾又能够把两个极端统一起来的这么一种民族的文化啊。但其实呢，我觉得根据我在日本住了那么多年的感悟，日本这个民族性格里面呢，其实还有一种樱花的成分。每年呢开得轰轰烈烈，但是呢没过多久就戛然而止。久而久之呢，在日本民族的心目当中啊，他们崇尚就是就像樱花一样啊，灿烂开放，即便呢迅速的告别这个世界。由此呢派生出啊像武士道，包括现在很多政府的高官、企业的高官，因为重大的失误造成国家或者企业的重大损失时候呢，还是会有一些人以切腹制裁啊作为一种谢罪的方式。所以呢，日本民族它应该是具有一种叫樱花气质这样的一种民族气质啊。所以一个文明啊，一个民族的文明文化的形成呢，它肯定跟它的环境啊，跟它的所处的地理位置、自然环境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，在漫长的过程当中呢，就形成了独特的一种气质、一种性格。1、2、3，第4个再往那边来一点。
现在呢，我已经骑过了龙美术馆啊，但这边呢有一个叫新美术馆，这边还保留着一列以前的绿皮火车，供大家在这边参观啊，也是做一种摆设吧。我看我能不能把车推到里面啊，稍稍到江边去走一下。这边也有一位朋友在吹萨克斯管啊。从这边呢，可以回望一下刚刚骑过来的黄浦江，在这边拐弯的一段江岸啊，可以看到前方呢有很多的望江的住宅大楼，当然也有一些商业大楼啊，早已拔地而起。这边呢已经不是普通老百姓可以负担得起的住宅的区域了啊。但是呢，政府的功能就是把这一片临江的区域变成一片休闲的绿地啊。让每一个老百姓，不管你贫富，都可以到这边来从容徜徉、漫步、闲逛啊！我觉得这就是政府要做的事。这边呢，还是有一些塔吊啊，做不好，这些塔吊还可以使用的。漆成了绿色。现在骑行这条路呢叫瑞宁路啊，应该呢徐汇滨江已经骑完了。
现在这条路呢叫江滨路啊，是滨江的意思吧？想必从这里开始呢，就进入到黄埔滨江的地段了。转眼呢就来到了龙华东路啊，现在继续顺着龙华东路向东骑行。今天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啊，但是我想既然已经来到了这里呢，就向外滩方向啊骑行一段。但我知道外滩这边呢是禁止自行车通行的啊，所以呢骑到哪算哪，就以不能骑的地方作为终点吧。上面的高架桥呢，就是卢浦大桥了啊。非常熟悉的鲁班路。这边有个鲁班公寓啊，
这边呢有一个中国乒乓球博物馆啊，居然在这边。又回到了龙华东路上。这边呢也有一块黄埔滨江的牌子啊，应该是很多的体育设施，看到很多球场啊，供大家这边游乐。牌子上介绍黄埔滨江啊，沿岸8.3公里。看了一下导航啊，距离外滩方向啊，其实还远着呢。可能稍稍再骑一阵啊，也差不多结束我今天在黄浦江边上的2段滨江路啊，就是徐汇滨江、黄浦滨江的骑行了。
又进入到一条叫苗江路的小路上，这里应该离黄浦江更近啊。原来这边是上海儿童艺术剧场。搿里头好搭脚踏车伐？可以对伐？行的。哦，自行车的哦。那旁边啊。原来这个江边呢有一条自行车道啊，我就骑到里面来，可能就是作为我今天骑行的折返的路线吧，因为现在呢方向是向着我回程的方向啊。看来呢，这一段是跟黄浦江对岸啊，浦东那边的骑行道相对称的一条浦西这边的骑行道。这边有一艘船叫远望号，是不是一艘科学考察船呢？一直看过去呢，那边就有一个奔驰的会议中心啊，还有中国馆等等。
它这个船是可以上去参观的吗？不行的哈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不过它收费了这个。哦，明白了，谢谢啊。问了保安说这个船是可以参观，但是要卖门票的啊。看来我今天还找到了一条黄埔滨江的骑行道啊，这边是专门给大家骑行的一条道路。挺不错的一段封闭的骑行道。应该骑行道就到这个卢浦大桥下面为止了吧。
跟着前面这位老哥这边拐出来，应该是散步道。这个就是卢浦大桥啊。你去找班长说，你别来这儿找我。无意当中呢，还是骑到了黄浦滨江的江边的道路上了啊。终于。这边还是有一些人气啊，感觉环境不错啊。道路终止了。看来这边呢以前是一个船厂，叫三航船厂。既然呢已经骑到了一个死胡同啊，那我们就借坡下驴，准备呢往回走了。
还可以再稍稍的欣赏一段啊，浦西黄浦江岸望出去的风光。终于回到了马路上啊，黄浦滨江自行车道上，向龙美术馆方向呢骑回去，应该也就10来分钟而已了。虽然这片区域呢还在不断的建设优化当中啊，但也看得出来，利用了以前的一些老的设施场地呢，尽量的也做成了一些滨江亲水休闲的区域，还有呢很多运动的设施啊。应该说呢，还是非常能够期待的一片区域啊。稍待时日，应该就是上海更时尚、更优雅的区域了。
已经快到龙美术馆了。今天非常畅快的一段黄浦江西岸的骑行，好季节，好景色，好心情，分享给大家。希望大家呢也趁着好天气啊，多出来运动运动，锻炼身体，陶冶心情。祝大家都有开心的一天。谢谢大家的观赏，再见，拜拜。